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明说。这期话题呢，我们说一说海外智库推测台海战争对日韩非经济发展的影响。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关联资讯呢，可以搜索一下台海战争。关于台海问题呢，人们有这样的共识，那就是一旦美国介入的话，并且导致中美高强度的军事对抗，东亚的经济势必受到沉重的打击。供应链一旦被破坏，对东亚周边国家的经济也将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哪些国家会受到多大程度的影响，这还是很有区别的。最近，英国经济学人智库对这一影响和冲击进行了量化研究，并发布了一份白皮书。研究认为呢，日本、菲律宾、韩国受到的影响最大，而澳大利亚和中国的香港以及东南亚地区也要面对严重的脆弱性。这份白皮书说区域信息和通信受阻，生产和供应链网络的破坏都将对东北亚和东南亚造成严重的冲击。军事冲突将对海上航运、航空客运和货运都造成巨大的破坏，以至于各国各地区受影响的程度与航运有关。台湾海峡呢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航道之一，日本、韩国和菲律宾都高度的依赖台湾海峡的航运。虽然贸易企业和物流公司会避开台湾海峡，采取迂回路线来继续航运，但这在时间和价格方面都是昂贵的，而且随着风险的飙升，保险费用也会更高。关闭或者是转移海空物流网络，都将对亚洲的大部分地区的经济活动产生不利的影响。至于台湾呢，作为一个具备一定技术含量的制造中心，战争将使它无法从海外采购产品或者是出口商品，这是韩国和日本特别担心的事情。因为台湾的科技行业约占其整体经济的1/3，供应全球大约60%的半导体。为了制造这些芯片，需要从日本进口化学品，从韩国进口零部件。如果发生战争，这些化学品和零部件呢就不能进入台湾，那么台湾地区或日本、韩国的有关生产都要停止。菲律宾呢，则是位于往来台湾的各个海上航道之间，在战争中将会发生很大一部分人口的外流，入境资本的流动急剧下降，很难不受影响。不但如此，越南、泰国、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都是这场战争的严重暴露市场，而香港地区呢，可能因为美国对中国经济、投资和金融禁令而受到不利影响。听起来台海战争好像是东亚和东南亚的经济末日了。但是这份白皮书呢，也给出了另外一个结论：预计有关企业不会在很大程度上把供应链迁出东亚，因为这个地方仍然有商机。因此各个机构或者是企业可能会寻求降低风险的办法，而不是通过从亚洲撤出业务来直接避免风险。白皮书没有详细的解释这样的结论是怎么来的，但我们推测即使外国经济智库也不相信台海战争会旷日持久。这场战争唯一的悬念就是美国要不要武力介入。如果美国选择不做武力介入，那么统一进程会很快，东北亚、东亚和东南亚的经济秩序能够很快的恢复正常。美国必然会发起经济制裁和禁运，特别是禁止日本和韩国向中国台湾出口集成电路生产所需要的设备和材料。但这样的制裁呢，不可能长久，因为世界经济无法承受失去台湾集成电路供应的后果。况且中国大陆呢，也在积极的推动集成电路全产业链的国产化，国产化程度越高，美国禁运的效果就越差，最后变得毫无意义。而中国和东南亚甚至澳大利亚等国之间的经济贸易的往来是可以不受美国禁运限制的，甚至于美国越是禁运，就越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高，所以相关企业在亚洲有利可图，就不需要搬走。如果美国选择武力介入，那么在有限冲突之下，美国军队是打不过解放军的。这样的结论呢，是美国军方自己得出来的。所谓的胜利是没有替代品的，一旦美军输了，西太平洋的秩序不但会迅速的恢复，而且会比从前呢更合理、更稳定，企业就更不需要搬走了。如果美国决定不但武力介入，而且不断的推动战争的升级，那么相关国家就会转入战时经济，现今的多数经济理论、经济模型和预测就不再适用了。
所以，经济学人智库的报告呢，不会去考虑这样的场景。如此看来，无论韩国还是日本，跟着美国叫嚷反对任何单方面通过武力或者胁迫改变台海现状的行为，完全是没有搞清形势。台湾是一定要统一的，对任何周边国家来说，支持、推动和帮助和平统一的实现，才最符合他们的利益。任何其他的选项都是自讨苦吃。好，这句话节目就说到这里。